一具尸体，而且还是流浪汉的尸体，就让希特勒被骗得团团转。这个名叫绞肉计划的气体行动，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彻底的骗过了整个德军上下，让盟军呢在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形之下，轻松的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成功的逮捕了墨索里尼，进而敲响了希特勒的丧钟。你知道吗？这个像是谍报电影的情节，原始的构想，还跟007电影詹姆斯庞德的创作者有关哦。这是不是让你很惊奇呢？大家好，我是林皮，欢迎来到林皮说故事，让我来跟你分享新鲜事。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成功骗倒希特勒，让盟军攻陷意大利的气体行动——绞肉计划。情报战非常重要，为了达成目的呢，情报单位经常会使用气体战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气体行动绞肉计划，就是2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得以轻松攻下意大利的关键气体行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绞肉计划。在今天的故事当中，首先我会讲说这个气体计划是怎么来的，接着是盟军如何一步步的诱使希特勒掉入陷阱之中。最后呢，我会聊聊这个行动对战争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咯。相信大家都知道007詹姆斯庞德吧？这个在电影中纵横数十年的角色，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The name's Bond. James Bond. 007的创作者伊恩·弗莱明曾经呢是英国海军情报总监、海军上将戈佛雷的私人助理。1939年，弗莱明以戈佛雷上将的名义发表了《鲑鱼备忘录》，其中呢第28条就描述了一个建议：一具穿着着空军制服、口袋中带有文件的尸体，可以在海岸被丢下，假装呢是从降落伞上坠落。这个来自007创作者的构想，到了1943年，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1942年，盟军顺利拿下了北非。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希望盟军呢以北非为跳板，进攻欧洲南部。当时呢有2个地点可供选择，一个是西西里，另外一个则是希腊。攻占西西里岛呢，可以保证盟军的船只顺利的通过地中海，同时呢，也可以挥军进入意大利。而夺回希腊呢，则是可以跟北面的苏联军队一起包围东线的德军。看起来呢，西西里岛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不过丘吉尔认为呢，就算德军是白痴，也知道西西里岛的重要性。Prime Minister, that's too big a risk. The fate of the world is at stake. The plan is highly implausible. So when can it be ready? 为了让进攻西西里岛的行动顺利，盟军呢因此便制定了巴克莱行动，要误导德军，让他们以为呢希腊也就是巴尔干半岛才是盟军的真正目标。盟军呢在开罗设立了一个不存在的12军指挥部，并且呢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训练，同时呢大量招募希腊语的翻译，囤积希腊地图跟货币，就是要误导德军的情报。不过呢，这还不够，因为德军再笨也不会马上掉入陷阱。所以呢，盟军的各国情报官员他们就聚在一起，设法要想出各种骗过纳粹的手法。在我继续之前呢，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有的没有的事，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哦。军情5处 MI5 的情报官员查尔斯·查姆利中尉跟海军情报官员尤恩·蒙塔古，他们共同提出了这个计划，也就是呢，将一具尸体打扮成英国的军官，让他携带假的机密文件，像是落海被冲上岸之后，意外的落入了敌人的手中。A corpse carrying fake documents. 第一个问题来了，要怎么样找到一具尸体？你可能会以为呢，在2战期间要找一具尸体不会很困难，但问题是它必须是一个合适的尸体，也就是说呢，要让德国人相信这个人是死于空难，掉进海里然后飘到岸边的。我要再强调一下，纳粹真的不是笨蛋。So we start with the easy part and find ourselves a corpse. 为了要符合这个条件，他们向世界顶尖的病理学家斯皮尔斯伯里爵士来咨询。他们告诉他说呢，空难的死者
通常不是因为溺水而死，多数呢是因为坠机带来的冲击而死。所以尸体的肺部里不一定会充满水，而且呢，西班牙人多数是信奉天主教，除非情况很异常，通常呢他们不愿意来解剖尸体。况且呢，导致一个人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验尸呢也不一定能够明确的判断。有了这些资讯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尸体了。在北伦敦的验尸官伯切斯的协助之下，他们找到了一具没有人认领合适的尸体。死者呢名叫格兰多麦克，是一个伦敦的流浪汉，他因为误食了老鼠药而丧命。伯切斯认为呢，尸体体内微量的毒物很难被检验出来，尤其呢又是在海水中浸泡了好几天之后。另外一个问题是，死者的体型很瘦小，不太像是一个军官。不过呢，伯切斯认为，如果是文职的军官的话，并不需要特别壮硕。Where are his legs? 接着，尸体被保存在摄氏4度的低温当中，因为呢，如果冷冻再解冻的话，肌肉的组织变化会非常的明显。有了尸体之后，下一步就是要让纳粹相信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军官。要成功欺敌，细节很重要。官阶呢不可以太高，因为纳粹很容易掌握盟军的高阶军官的名单。但是呢，也不能太低阶，因为低阶的军官接触不到机密文件。He must be as real as you or I. 所以呢，他们创造了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威廉·马丁。这个军官呢，同时代理了联合作战总部的少校。这个名字呢，也是仔细挑选过的。因为当时呢，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当中呢，正好也有几位同样军阶的军官，也叫做马丁。为了让这个身份看起来更加的真实，他们不但替马丁设计了完整的人格，还创造了一个女朋友帕姆。而这个女朋友呢，则是由军情五处的秘书莱斯利来扮演。My contribution to the mission. 接着呢，就是安排马丁的随身物品，包括呢他女朋友帕姆的照片、2封情书、订婚的钻戒的收据，还有马丁父亲的家书。当然呢，也有一般人身上会有的，马丁也有，像是钥匙、香烟、火柴、邮票。另外呢，为了证明死者生前呢曾经造访过伦敦，他们还放了一张伦敦剧院的票根跟一张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住宿收据。问题来了，依照规定呢，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件。但是呢，麦克的相片很容易被看出来，他就是一具尸体，所以呢，他们找了李德上尉，让他穿上陆战队的军服来照相，并且呢，在这个新发的证件上面盖上补发的字样，来弥补这个证件太新的一个漏洞。完成这些计划的工作之后呢，这个行动也正式命名为绞肉行动 （Operation Mincemeat）。一切就绪之后呢，接下来要把马丁上尉投到哪一个地点呢？法国、葡萄牙跟西班牙3个地方都曾被列入考虑。皇家海军的水源学者建议呢，西班牙南部沿海的洋流会准确地将尸体送到海岸，而且呢，在西班牙南部的维瓦尔地区，有一位德国的间谍阿道夫·克劳斯也跟当地人关系良好，肯定呢会听说有一名英国的军官的尸体被冲上岸的消息。What if the autopsy reveals he didn't die of drowning? 1943年的4月17号，马丁上尉呢被穿上军装，放置在冰箱中的罐子里，透过潜艇的运送来到了维尔瓦，而轻轻地将他的尸体推向岸边。隔天一大早呢，一名渔夫在海滩上发现了尸体。西班牙通知英国大使说呢，发现了一个英国军官的尸体。为了要让德国人上钩，相信呢马丁身上的文件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发送了一封假的密电，要求驻马德里的英国海军武官要尽快的取回这些文件。而现在呢，这些文件在西班牙人的手中。当时呢，西班牙在名义上是中立国，但是经常跟德国合作。西班牙情报人员取得这些文件之后呢，将这些文件交给了德国大使馆，表示说，你们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随意检查。德国大使馆的莱斯纳对这些信件呢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但是呢，他的部下库伦塔尔却是深信不疑。
不过，因为德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库伦达尔事实上是获得比较多上级的喜好，因此呢，他被召前往柏林来进行报告。这个情资呢，被情报部来进行评估，而情报部的负责人罗伊内上校呢，他深受希特勒的喜爱。罗伊内上校知道呢，这可能是一个诡计，但是他还是签了名。你可能问说，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是波罗的海的德国贵族，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很厌恶那些新兴的纳粹党徒。其实呢，希特勒一开始也是有怀疑的，但是呢，他看了罗伊内的报告之后呢，他就深信不疑了。1943年5月14号，希特勒向墨索里尼表示，德军呢将竭尽全力来保卫科西嘉岛、萨丁岛跟希腊。德军的第一装甲师从法国抽调到了塞萨洛尼基。到了6月底呢，驻防萨丁岛的德军已经增加了1倍，到了1万人。岛上的机场也停放了战斗机来作为支援。2支装甲师呢，则是从东线被调防到了巴尔干半岛。德国的海军鱼雷艇也紧急的从西西里岛转移到了希腊群岛。原本呢，只有1个师防卫的希腊新增了7个师。巴尔干半岛地区呢，总共新增了10个师，总共有18师的兵力在这里。In 5 weeks, 100,000 British forces will strike Sicily's southern shore. 1943年7月9号，盟军登陆了西西里岛。据说呢，希特勒对于绞肉计划深信不疑，即使入侵已经开始呢，他仍然坚信说这只是个诱饵，真正的攻击会发生在希腊。大约2天之后，德国人才开始意识到他们被骗了，但已经为时已晚，无法及时的应对。西西里因而陷落，墨索里尼被逮，而新的意大利政府呢跟盟军签署了停战协定。为了应对这个局势呢，希特勒别无选择，只能取消呢对苏联的攻势，并且呢将这些军队调往这一个新的战线。正因为德军停止了进攻，苏军才得以把握机会进行反攻，彻底扭转了战局。今天听完绞肉计划的来龙去脉，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如果呢你喜欢听故事，这里的连结还有很多的故事哦。我是林 P， 下次再来跟你分享新鲜事，我们再会。要记得点连结哦。